陈平护着莫青云，看着眼前两个男子打架。白衣男子和青衣男子的实力竟然旗鼓相当，谁都占不到便宜。在过了100招之后，两个人同时挥出一掌，身形顿时分开100丈，一道道可怕的力量不断冲击着陈平他们。不过陈平发现，这冲击波朝着那面的厉鬼雕像荡去的时候，却在半空就瞬间消失。如此恐怖的力量，若是普通的石山，此刻早就化成粉末了。还有那根通天柱也稳稳地耸立着，压根没有受到这两个男子的影响。轰！刚刚分开的两人再次冲击到了一起，看样子两个人像是有死仇，不干倒一个绝不罢休。在两人的身旁，时空变得一阵阵扭曲。两位，给我个面子，别打了。陈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手里的斩龙剑顺势一挥，一股骇然的剑芒朝着两人斩去。两个人大惊失色，慌忙地分开，躲避着剑芒。两人全都震惊地看着陈平，眼神中带着不可思议。他们这种打斗，若是其他的散仙境一品，怕是早就受到波及，早已经七窍流血而死。可现在陈平非但一点事没有，而且还一剑把他们两个给分开了。看到两人分开，陈平带着莫青云朝着两人走去。不打了，我都说了，给我个面子，毕竟来这里都是求财的，何必打打杀杀呢？陈平对着两人劝说道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青衣男子对着陈平问道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求财之人。陈平淡淡一笑道。你一个散仙境一品，竟然有如此实力，你莫不是天渊阁的避世天骄？白衣男子眉头微皱，对着陈平问道。陈平压根不知道什么天渊阁，于是摇了摇头道，我说了，我是来求财的，并不是什么天渊阁的人。两位，我是莫家大小姐莫青云。莫青云主动跟着两人提起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是莫家人。青衣男子明显一愣，白衣男子则是拱手道，原来是莫家大小姐。失敬失敬。好了，能够同时来到这一季之中，那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我们还是看看这一季之中有什么危险吧。若是有危险，我们还要同心协力才行呢。有什么仇怨，离开这里再说。陈平劝说着两人，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。这也是刚刚陈平的一剑把两个人给镇住了。若不是陈平露了一手，就他一个散仙境一品的境界，想要劝说两个散仙境5品修士，那简直就是笑话。搞不好两个人早就出手教训他了。要想调停，让人听你的话，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才行的。看到两人都没说话，陈平也不再管了，而是慢慢朝着那两尊厉鬼的雕像走去。越是靠近，陈平心中那种压抑、恐惧的感觉越是强烈。不过看身边的莫青云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。陈平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自己才有这种感觉，强压着心里的恐惧，陈平带着莫青云走到两尊厉鬼雕像的脚下。跟着两尊厉鬼相比，陈平和莫青云两个人简直渺小的像是一只蚂蚁。陈平看到在一尊厉鬼雕像之下，有着一道石门，石门上雕刻着神秘的符文。两个男子此刻也跟着陈平一起来到雕像面前，两人站在陈平的身后。好奇特的符文。陈平上前轻轻地抚摸着石门，可是石门却并没有任何的变化。突然，白衣男子手拿折扇，直接高高跃起，手里的折扇顺势一挥，轰！一股庞大的力量朝着石门而去。这是要强行的打开石门，毕竟他们谁都不懂阵法，更加看不懂石门上的符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暴力破门才是王道。可就在那恐怖力量接触到那石门的瞬间，白衣男子的脸色顿变，下一刻就被巨大的反震力给击飞了出去。大地开始震颤，白衣男子的嘴角缓缓地渗出血迹。活该！青衣男子低声暗笑起来。陈平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石门，他没想到这石门上布下的法阵
竟然威力如此巨大，一个散仙境五品修士的一击，竟然都能够挡下来，而且还把对方震伤。白衣男子满脸凝重地再次走到石门前，这一次没有再贸然出手。你能破开石门上的阵法吗？莫青云对着陈平问道。在莫青云眼里，陈平应该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。当然可以，这世上还没有我破不开的阵法。陈平装逼的淡淡一笑。装逼白衣男子扫了陈平一眼，看得出来，这白衣男子也是高傲之人。刚刚自己一击被石门震退，还受了伤，所以陈平如此说，直接打击了他的自尊心。陈平冷冷一笑，刚要去破解石门上的阵法，却突然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紧接着一头巨大的火鸟缓缓划破了虚空。伴随着火鸟的出现，众人全都是微微一惊。而在这火鸟之上，站着一名身着华丽的男子。男子的妆容十分妖艳，看起来男不男女不女的。在男子身边还有一名身穿内衣的女子匍匐在男子脚下。陈平很是诧异地看着那火鸟，实在是太大了，比起他的火麒麟不知道大了多少倍。天渊阁的隐士骄子天赐。青衣男子见状，呼吸有些急促。莫青云则是眉头一皱，表情变得有些古怪，悄悄地站到了陈平身后。火鸟缓缓落地，炽热的火焰将周围的空气都灼烧得扭曲起来。那天赐轻抚着身旁女子的长发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终停留在躲在陈平身后的莫青云身上，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讶。青云妹妹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天赐的声音带着几分阴柔。听说你去了一重天，我还打算去一重天找你呢。青衣男子见状，连忙躬身行礼，天赐公子，久仰大名。天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是随意挥了挥手，示意他退下。白衣男子则冷冷地站在原地，并未行礼，眼中甚至带着一丝不屑。天赐的目光缓缓移向他，眉头微挑，怎么，你不认识我？白衣男子淡淡道，认识又如何？呵。天赐轻笑一声，突然抬手，指尖一点寒芒闪过，噗！白衣男子的眉心瞬间被洞穿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他甚至来不及反应，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散仙境5品，竟被散仙境3品一击秒杀。陈平瞳孔骤缩，心中震撼无比，这家伙的实力远超境界。那青衣男子更是冷汗直流，幸好自己刚刚打过招呼了。天赐收回手，仿佛只是捏死了一只蚂蚁，在我面前装逼，那就是找死。说完，他目光再次转向陈平，你呢，也不认识我？陈平立刻抱拳，露出恭敬之色。天赐公子威名远扬，在下岂会不识？只是初来乍到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现在这个天赐表现出来的实力明显超出常理，而且也能越级而战，所以陈平需要更加谨慎。在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底细的时候，陈平感觉还是猥琐发育为好。天赐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即看向莫青云，笑容有些瘆人道，青云妹妹，你从一重天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莫青云也被刚刚天赐那行为吓了一跳，这家伙一个不高兴就杀人，太猖狂了。莫青云咬了咬唇，低声道，我是从一重天来这里的。一重天？天赐嗤笑一声，青云妹妹还真是喜欢开玩笑，一重天怎么可能会有这一记入口？我们莫青云想要强调自己就是从一重天来的，不过却被陈平阻拦。天赐公子，我们只是好奇，到这里看看，顺便看能不能讨点宝物。陈平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击在一重天还有入口，若是那样的话，苍玄大陆可就危险了。到时候很多2重天的修士势必会跑去一重天的苍玄大陆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跟着青云妹妹一起？天赐面色一冷，对着陈平质问道。
陈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跟着莫青云的关系。天赐哥哥，你身边的女人是谁啊？莫青云赶忙开口，岔开了话题。他怕这个天赐对陈平不利。哦，这只是随身伺候我的一个侍女。青云妹妹不喜欢他，那就让他滚。天赐微微一笑，随手朝着身旁的那女人拍去。这一掌直接让那女人归西了，脑袋都拍爆了。莫青云吓得身体微微一抖，脸色都变得惨白起来。陈平也是一愣，眼神中多了一抹凝重和忌惮。对付高手并不可怕，但是对付这种疯子才是最头痛的。那青衣男子此刻都快吓尿了。你是青云妹妹什么人？杀了那女人之后，天赐却并没有放弃追问陈平。天赐哥哥，他是我的一名佣人，我看他出身卑微，境界低下，所以想着让他当佣人，帮我拿东西。莫青云赶忙跟着天赐说道。天赐打量着陈平，啧啧一笑道：散仙境一品竟然能够来到二重天，看来你小子也有些本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身份呀？陈平赶忙摇头道：我出身贫寒，在一重天生活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何突然被一股黑洞吸走，然后就出现在二重天了。跟着天赐公子比，我只配当个佣人。听着陈平的话，天赐十分的受用，淡淡一笑道：这一重天和二重天的时空确实经常扭曲，出现一些黑洞，看来你也够倒霉的。若不是碰到我青云妹妹心善，你早就死了。一个散仙境一品小修士，也想在二重天生活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一旁的青衣男子则是一言不发，虽然他也不知道陈平的身份，但他知道陈平绝不像自己说的那么无能。刚刚他可是亲眼所见，陈平那一剑斩出的威力有多大，而且陈平只是个散仙境一旁，若是陈平提升到散仙境三品的话，怕是爆发的实力只比这天赐强。